大家好，本影片是用来分析锂电池界面反应中过程产生的 SEI 物质的空间分布，例如锂原子的分布或电解质衍生物的分布。它的计算方法是将原子的晶格坐标投影到一个二维的平面上，避免三维中常见的混乱以及遮挡的问题。我们将一个二维平面切割成多个网格，看原子在哪一个网格之中。以这个投影片例子，以一个10i 乘以10i 的投影面的每个边都被等分成10份，所以这个10乘以10的网格系统的每个网格边长都是1个 angstrom。右边会显示一个 counting matrix，也就是计数矩阵，它会追踪每个原子所处的网格位置，然后在 counting matrix 对应的索引中加1。举个例子，有一个原子在坐标0.1、0.5的地方，它落在编号1的网格内，所以在 counting matrix 1的索引处加1。由于晶格坐标系统习惯是从左下方为原点，而矩阵习惯是以左上方开始。再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原子位于1.6、1.5的地方，位于编号22的网格之内，所以在 counting matrix 22的地方加1。程式记录每一正的原子分布之后，除以时间，会得到时间平均原子分布图 log_bar。时间平均原子分布图的每个元素的单位是每飞秒有几个原子在网格之中，数值高代表有许多原子在网格之中，或者是原子长期滞留在这个网格内。本篇会提到无机 SEI 和有机 SEI。有机 SEI 并非指它们是有机物，而是讲从有机物质分解产生的衍生物，例如 EC 会产生 CO 和 OCCO 的碎片。无机 SEI 多半是从阴离子等无机物产生，如 lithium oxide、lithium nitride 跟 lithium sulfide。分解之后的衍生物经常会滞留在附近，其阴电性聚集大量锂离子，使附近网格讯号特别高。因此，可以透过锂分布对照有机 SEI 和无机 SEI 分布进行说明。接下来要来讲解如何使用 green 的点 py。我以无机 SEI 来作为例子，也就是阴离子的衍生物分布。本程式是看时间平均的原子分布，因此要读取轨迹档 xzeta_car， 然后利用 molecules 的标签将分子的资讯给引进来。一开始先进入到原子输入环节，采取单笔输出格式，因此所有结果都会被汇整成一笔。在选择要计算原子时，不能够把没有分解的阴离子算进去，所以只有第一个 PF6 还有唯一的 TFSI 可以纳入计算。再来要问抓的步数范围，只能抓取最后断键事件之后才可以选取，因此我们就抓取最后的5000步。这里是问每一边的网格数量，预设是10，预设投影方向是 XY 方向，也就是去掉 Z 方向坐标。这里是问投影原子的 Z 坐标范围，是以 fractional position 为单位，所以说数值都会在0跟1之间。一开始呢，先问下限，我们呢届时会设定0.22，这是因为第二层以下的金属都是被锁住的。然后呢，上限的话就会比较自由一点，例如说到第5层的
0.47，或者是电解质的最下层0.56，都是可以作为上限的范围。我们就定义0.56来作为里程的完整范围。接下来要进行曲线平滑，我们这一次先不进行平滑。然后它就会产生一个green 的点 CSV 档，然后我用既有的绘图程式来进行绘图。这是我们所绘出的2D 图形，可以看到说深蓝色它代表的是几乎没有原子在这个网格之中，而黄色它是指原子分布的热区。我们呢再做一次，不过呢这一次我们要使用曲线平滑，所以换一个名字叫做 Grind Smooth， 然后参数是一模一样的。这次选取曲线平滑，然后开始进行绘图。我们可以拿这2张图来进行对照，可以发现进行平滑后的它的像素变得非常的小，图片比较美观，分析上也比较容易。有机 SEI， 也就是溶剂的衍生物分布，我们就不示范了，只提要建议抓取哪些原子，只能抓会和锂金属反应的原子。以 EC 来说，就是所有的氧原子以及中间的这个碳原子，其他的原子都不会参与反应。SEI 就是要去探讨与锂之间的交互关系，将不反应的原子算进去，只是把网格的原子密度数据弄得非常大，但是对锂之间的交互作用分析毫无帮助。当然，锂金属本身的分布也相当重要，可以将锂金属的分布与无机 SEI 和有机 SEI 的分布相互对照，来观察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对应的关系。还可以来看是否有出现 dead lithium。透过设定抓取原子的坐标范围，也就是刚刚设定的0.22跟0.56上限跟下限的关系，来定义电解质的区域。我们刚刚定义里程是介于0.22到0.56之间，那电解质的范围呢，就是在0.56以上的区域。如果说电解质的区域出现锂金属的话，可以理解为开始出现 dead lithium 或者是 dendrite。